各位朋友大家好，虽然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的很多处地方，比如说本纪、世家、列传中都提到了长平之战，在那个惜墨如金的年代，这样的记载不可谓是不完备了，但仍然后世有很多人提出质疑。那么到底是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载有误，还是后世的我们对当时的情况缺乏了解？到底是谁错了呢？质疑声中的很多问题都集中在了数字上。按太史公记载，当时赵国动员了45万人马，而秦国则差不多动员了超过60万。这场大战汇集了两国加起来超过100万的兵力，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说可能吗？再有《史记》多处记载说是坑杀了赵族40万，赵族总共就45万，坑杀了40万，那么在战斗中死亡的只有5万。而秦将白起又说，这场战役中秦军死亡人数超过一半，也就是25万到30万，赵军是失败者，只死了5万，秦军这胜利者却死伤了25到30万，这听着怎么也不合理。那么被坑杀的赵军真的有40万吗？如果秦军真的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损失的话，那么他怎么还能围得住赵军呢？除了一些数字成疑以外，还有一些问题引起了大家的疑问。比如说，当时的赵国国君赵孝成王为什么会选择赵括作为主将？难道赵国真的没人了吗？战国4大名将之一的李牧为什么不能够应战呢？李牧在干什么呢？长平之战以后，白起主张乘胜追击，一举灭了赵国，但秦王与丞相范雎却喊了停，真的是中了赵国的反间计吗？长平之战的9个月以后，就爆发了邯郸保卫战，战国4大公子中的3位齐聚在了邯郸城中，这可谓是一时盛举。而这盛举的背后，却是2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成语故事：信陵君窃符救赵和毛遂自荐。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吗？今天呢，我们就再来聊聊长平之战背后的种种谜团。咱们先来说说总参战人数。当时的2国真的能够动员起如此庞大的兵力吗？首先，当时秦赵2国跟战国的其他国家一样，都是实行的是郡县征兵制，年龄在15到60岁的男丁都是在征兵范围之内，所以决定一个国家的最大动员能力能有多少，就取决于它的国家的人口。而当时秦赵2国的人口又大概是多少呢？这方面呢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估计一下。按中国人口史的推算，当时战国中国的总人口大概是在2000万以上。如果按照葛剑雄教授的中国人口史推算的话，战国中期的人口则是4000多万。咱们就按最低的2000万来算，战国当时是7个国家，那么每个国家应该就是200万到300万。而秦赵2国又是当时7国中的大国。秦国的人口史书中有记载，说秦地占天下1/3，而人众不过13%，也就是30%，2000万的30%就是600万。我们可以假定这个数字中的一半是女性，那么只剩下了1半男性，征兵又只能从这一半中的适龄的男丁中争取，而且也不能太多，毕竟你还要留下一定比例的人在家从事生产，要不然国家的经济就垮了，那什么仗也打不成了。通常的征兵比例是占总人口的20%左右，那也就是说赵国的最大征兵能力在60万左右，而秦国则达到了120万。那么长平之战，秦赵2国的征兵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最大限度呢？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时白起坑杀了赵军40万，只留下了240个年龄不大的赵兵，让他们回国报信。当然了，白起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让这240个未成年的孩子回到赵国去宣扬秦军的军威和他们的残暴，以此吓破赵人的胆。当时被俘的赵军有几十万，白起不可能都走遍这几十万赵军中才选择出240个未成年的小兵，他可能只是看了一小部分就选出了240人。那么合理的推断就是，当时赵军中未成年的士兵肯定不止这240个人，肯定还有很多。那也就是说，赵国为准备这次长平之战，他的征兵已经达到了他的最大限度，甚至于年龄这样小的男丁都被列入了征兵范围之内。而秦国也一样，在白起对赵军形成了包围之时，为了切断赵国本土对赵军的粮食援助，秦襄王动用了15岁以上的所有男丁，
秦军也基本上达到了他的最大动员能力。所以长平之战中总共卷入了超过100万的军队，这在理论上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有一点大家需要搞清楚，不管是赵国的40多万还是秦国的60多万，这些士兵并不都是能够上阵厮杀的士兵。春秋时期各国军队的构成是分为上军、中军和下军，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军。按周礼下官司马记载，中军最尊，上军次之，下军又次之。中军顾名思义是为了保护帅帐的安全和警卫工作的，上军就是真正上阵杀敌的军队，而下军则是后勤部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劳役，而并不是作战。在《史记》中关于长平之战的记载中，经常提到的卒45万、卒40万等等这些数字，其中的卒指的是战兵与府兵的总和，而并不是说这些人全是能够参加战斗的。既然《史记》中的卒是战府兵的总和，那么战兵与府兵的比例又会是多少呢？这个呢就很难说了，这取决于这场战役的后勤工作的难度。比方说一支部队要劳师远征，去很远的地方，那么保证后勤供应的难度无疑就被加大了。战府兵的比例与在本土作战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两军交战的上党地区大部分是山地，赵军的粮草车队需要翻越太行山，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后勤供应的难度不可谓不大。而秦军呢，有人说秦军是劳师远征，他们的粮草肯定也很难保证供应，但恐怕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当时上党附近的河东郡、河内郡都已经是秦国的领土，所以不能说秦国是劳师远征，它的后勤补给线并没有那么长。相对于赵国而言，在后勤供应方面，秦军有2大优势。第一，就是它后勤供应的绝对数量比赵国要强上很多。当时的秦国已经打下了巴蜀，巴蜀的粮仓已经收归秦有，再加上江汉地区和关中平原，秦国粮草的绝对数量方面远远超过赵国，这是在决定数量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后勤供应的难度方面，秦国可以通过水路源源不断的供应前线粮草，赵国的粮草要用马车，一个马车上至少要有2个人，翻越山路，一匹马车也不能承载太多的粮草。而秦国通过水路，一条船10几个人就可以运来几吨甚至几十吨的货物。所以说长平之战在后勤方面，秦国人耗得起，是赵国人耗不起。这些府兵中的大部分是民夫或者叫征夫，这些人基本上是不参与作战的，而另外一小部分他们也可以作战，毕竟当时是冷兵器时代，有个扁担也是武器。但尽管如此，我相信当时府兵的战斗力也绝对可以把唐山那几个打女人的混蛋打得满地找牙。那么一般来说，战府兵的比例又会是多少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2路远征匈奴，当时他们率领的真正的作战部队是10万人，为他们提供后勤支援的则是府兵10万，征夫50万，也就是说总共70万人马中，真正的作战部队只有10万，占1/7。当然了，卫青、霍去病这次是真正的劳师远征，所以后勤部队所占的比例自然要大一点。那么具体到长平之战，有学者估计赵国当时参战部队的战俘比应该是在1/4左右，也就是说在总共45万的参战人数中，只有10万是真正的作战士兵，而秦军的比例应该大体相当。虽然秦军的后勤难度刚才我们提到了比赵军的要少一点，但因为秦昭襄王在后期动员了15岁以上的所有男丁参战，而这最后一部分动员的人数中，大部分是府兵或者是民夫，所以这样秦军的战俘比例与赵军的战俘比例也就基本相同了。所以以上我们基本上可以解答第一个问题，就是长平之战中秦赵2国能否动员总共加起来超过100万的兵力，答案是完全是有可能的。不过长平之战并不是一场40万人对60万人的厮杀，准确的说，赵国真正能够参与作战的人数也就是10万，而秦国也就是15万。第二个问题，秦国真的坑杀了40万赵军吗？真的有这么多吗？关于坑降这件事情，在《史记》中有多处记载，但如果我们逐一的比较这各处记载，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细微的出入，
而这些很小的出入却可以导致结果上的完全不一样。关于降卒的人数，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有最详细的记载。他是这样说的：扩军败，卒40万人降武安军。武安军计曰：前秦以拔上党，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遣其小者240人归赵，前后斩首虏45万人，赵人大振。这里说的很明确，卒40万人降秦，最后都被坑杀了，只留下了240人归赵，而赵军的总人数是45万，其中的5万在战斗中战死。而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则是这样说的：扩军败，数10万之众随降秦，秦系坑之，赵前后所亡凡45万。也就是说，赵军投降的人数是数10万，并没有说是40万。那有可能是20万，也有可能是30万。这些人都被秦军系坑之。赵军前后死亡的人数与白起列传中的死亡人数是相符的，都是45万。但这其中到底有多少人是在战斗中死亡的，有多少人是在投降后被坑杀的，并没有明确说明。这恐怕就是在维基百科中说赵军被坑杀的人数大概有20万左右的出处。坦白的讲，20万这个人数从逻辑上来讲似乎是更合理，但很遗憾的一点是没有任何的理据，就是没有史料作为支撑。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唐朝的一个叫杜佑的人在他所著的《通典》一书中说赵军是20万被俘被坑杀，但他也只是估计，并没有指明这个说法的出处。《史记》关于降卒人数的记载中，最大的出入之处还是出自于《秦本纪》。秦昭王47年，秦使武昭王白起击之，大破赵于长平，40余万，尽杀之。那也就是说，白起在长平之战中总共杀了赵军40余万，并没有提到在战场上杀了多少，最后又坑杀了多少。所以大家现在就看到太史公在这件事情上的3处记载是各有不同，其中的细微的差别之处却可以导致最后的结果大相径庭。后世通常是采用太史公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的记载，被坑杀了40万，战场上杀死了5万。那么为什么3处记载各有不同呢？为什么太史公不能给一个统一的口径呢？有可能是因为太史公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他只在《白起列传》中给出了一个具体的答案，而在《廉颇蔺相如列传》和《秦本纪》中则是含糊了一下，算是一种省略的记法。再有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太史公本人对坑杀40万这个数字并不确定。那么到底是40万还是20万，或是其他的什么数字呢？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相信太史公的记载是正确的，就是40万。原因有2：第一，20万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数并没有什么史料依据。唐人杜佑虽然说是20万被坑杀，但是呢他也没有指出史料的出处，所以只能是他的个人猜想。在唐以后的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司马光也并没有采纳杜佑的观点。所以虽然说40万这个人数听起来有点夸张，但不管是在《战国策》中还是在《史记》中都可以找到明确的出处，其他的数字没有确据，没有切据，就只能是猜测。第二，太史公司马迁应该非常了解长平之战的情况，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司马迁手中掌握的史料，而且还有司马迁本人的个人原因。长平之战中，秦国主将白起的副手叫司马晋，又叫司马耿，而司马耿正是司马迁的七世祖。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司马迁对长平之战的记载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他的家史。司马耿参与了长平之战的全过程，而且还是跟白起一起被秦昭襄王赐死的。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有所疑问，如果真的当时的降兵达到了40万之众的话，那么赵国既然还有如此之多的兵力，为什么会这样轻易的放下武器投降呢？我想这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刚才我们提到了赵国的战俘兵比例，真正能够作战的士兵可能也就是10万左右，而大部分是府兵或者是征夫。
在赵构领军之前，廉颇也曾经与秦军作战。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讲过，廉颇的部队中有6名都尉被俘或者是被杀。按照当时赵国的军队编制，6个都尉大概统辖的人马差不多是1万多人。6个都尉既然都已经被俘或者被杀，那么这1万多人应该已经被消灭了。刚才说了，赵国总共的作战部队也就是10万左右，那么减去廉颇的1万多人，也就还剩下了8万多人。在随后赵括与秦国的作战中，又损失了5万士兵。这5万士兵和廉颇的1万多士兵一样，也应该绝大部分都是作战部队。我想这一点大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两军交战的过程中，最早战死的肯定是作战部队，不可能是民夫或者是府兵。所以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在赵括阵亡以后，投降秦军的真正的作战部队可能也就只有2-3万人，而大部分也就是37或者是38万的人都是府兵或者是民夫，甚至还有上党本地的居民。那也就是说，投降的人数中大约有3/4都是非战斗人员。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已经无力组织像样的突围了。如果再考虑到赵军已经断粮长达46天，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的时候，我们恐怕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赵军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投降。如果这时候还期望他们有什么战斗力的话，那可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了。再有，很多朋友对坑杀这个词有误解，认为坑杀就是活埋。坑杀其实在史记中，坑杀这个词中的坑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土字边的坑，而是耳东边的坑。这个坑确实有活埋的意思，但它更多的意思指的是屠杀。那也就是说，秦军是在杀死了这些降卒以后，将他们埋葬的。这一点呢，已经被上世纪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在1995年，在永禄村发现了一个大型的尸骨坑，专家们推测，这很可能就是当年长平之战中埋葬赵军的尸体的地方。从已经发现的几百具尸体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尸体都有被器物攻击的痕迹，很明显他们是被杀害以后埋葬的。其实大家想一想也可以知道，这么多的人如果活埋的话，那得挖多大的坑啊！刚打完一场大战的秦军哪有精力和时间去挖这么大的一个坑？如果是让那些赵国的战俘们去挖呢，挖坑总要有挖坑的工具吧，总要解开他们的手脚吧。一旦这些赵国投降的士兵们知道他们将被活埋，而且此时他们手里又有了工具的话，那他们还能老老实实的挖坑吗？毕竟那是冷兵器时代，锄头也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如果秦军敢让赵人去挖坑的话，那最后埋入坑中的还没准是谁呢？很可能的情况是，秦军根本就没有挖什么坑，他们只是利用当地的地形，用那些天然的沟壑或者是洞穴来放置那些尸体，然后草草掩埋。从出土的睡虎地竹简中，我们也能看出，秦人并不把活埋叫坑杀，而是叫生埋。这是当时秦国人对待麻风病人的一种方法，因为他们不想让麻风病人沾污了他们的刑具。下面问题又来了，如果认定赵军被活埋的人数是40万的话，那也就是说，在战斗中直接死亡的赵军只有5万多人。那么这5万多人又如何能够造成秦军过半的死亡呢？秦军死者过半，这话是白起说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白起夸大了秦军的死亡人数呢？绝不可能，因为这话是白起对秦昭襄王说的。白起骗别人可以，骗秦昭襄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长平之战中秦军的伤亡数字，秦昭襄王肯定是了如指掌。白起如果想通过夸大秦军的死亡数字，并以此作为自己拒绝领兵出征的借口的话，那他一定是疯了，他就不应该叫白起，而应该叫白痴。所以白起想说的就是秦军在这场战役中伤亡惨重，死亡过半。有的朋友问了，说死者过半指的是不是这死亡人数占伤亡人数的过半呢？应该说有这种可能，但联系整句话，我还是倾向于相信白起说的就是死者过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看一下原文，白起是这样说的：秦虽胜于长平，士卒死者过半。他想要说的意思是，虽然我们赢了，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死者过半。
如果他是想说死者占伤亡总数的一半的话，那么他的前半句应该是长平一战我军死伤多少多少万人，而死者过半。所以从上下两句话的对应关系来看，我还是倾向于相信白起说的就是死者过半。那问题又来了，如果赵军仅仅只有5万多士兵在战斗中丧生的话，那他们是怎么能够造成秦军25万到30万的死亡数字呢？坦率地说，关于这一点我也无法解释，我只是从长平之战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秦军确实遭受了重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9个月以后，白起不愿带兵去围攻邯郸，因为他知道他们打不赢。长平之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或许他们还有一线机会，所以白起那时候主张一鼓作气。但9个月的时间已经让赵国缓过了一口气，而且正如白起所言，如果邯郸攻而不克的话，那其他诸国的联军一定会到，秦军一定会败。所以我只能认定秦军遭受了重创，但我无法解释秦军是如何遭到重创的。倒是有几个因素可以加以考虑。第一，在长平之战的第一阶段，是秦将王和对阵廉颇。刚才我们讲了，廉颇损失了1万多人，那作为主攻一方的王和到底死伤多少人，这也是未知的，但死亡人数与廉颇的军队应该差不多。第二，除了赵国的45万军队以外，还有上党地区的5万军队。上期我们讲过，上党太守冯亭也在这场战役中阵亡，所以大概率他所率领的上党5万守军也已经全军覆没。这5万人中当然也会有一些后勤部队，但比例应该比赵军的比例要低，毕竟他们算是本土作战，实际的作战人员可能将近2万，加上赵军的5万，作战部队有7、8万之众。再有，当赵括发起对秦军的反攻的时候，当时赵括还认为秦军的主将仍然是王和，他并不知道白起已经带来了援兵，而且已经成为长平战役的秦方主将。赵括首先击溃了王和的部队，当然了，从后面的情况来看，是赵括中了白起的诱敌深入之计，但赵括也是的的确确的击溃了王和的部队。也正是因为赵括知道对面的部队的主帅就是王和，他才会这样大胆的进攻，而让白起抄了后路，断了他的粮道。那么有没有可能赵括是在已经意识到秦军遭到重创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大胆的发动进攻的？那么秦军这次诱敌深入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这些也都是我们应该考量的因素。在完成合围以后，秦军才升起了白起的将旗。当时已经陷入绝境的赵军对秦军的防线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此时的赵军很可能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赵国的士兵们一定意识到他们已经被包围，而且又被断了粮道，不用别人告诉他们，他们自己就会知道此时时间的宝贵，越早突围希望越大，拖下去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这很可能是长平之战中最惨烈的决战。人们常说困兽犹斗，此时的赵军与后来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的项羽部队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问题还没完，如果赵军真的给秦军造成了如此重创的话，那么几十万的赵军为什么突破不了已经损失了1半人马的秦军的包围呢？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实际上秦军包围赵军，从兵法上来说就绝无可能。孙子兵法云：“5则攻之，10则围之。”也就是说，你要有对方10倍的兵力的时候，才可以将其包围。赵军当时是40多万，那也就是说，秦国应该组织400多万的军队才能包围赵军。这怎么可能呢？秦国哪有那么多的军队？就是现生，然后天天吃菠菜也来不及。实际上，秦军之所以以差不多1:1的比例居然能够包围赵军，主要是因为白起充分利用了地形。在之前廉颇与秦军作战的时候，曾经修筑了3道防线，最坚固的防线就是最靠北的百里石长城，此外还修建了东壁垒和西壁垒。而赵括的几十万大军最后就被困在了百里石长城和东壁垒之间。秦军依靠这2处赵国人建立的堡垒，再加上上党地区多山的地形，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包围圈。赵军要想突破重围，一定要突破壁垒，而且还只能采取佯攻的方式。秦军居高临下，只要派重兵封住几个重要的隘口，就足以将赵军闷死在包围圈中。
而多山地的地形条件又限制了赵军正面展开的宽度，而使得赵军无法发挥自己人多的优势。在经过了无数次的冲击无效以后，此时的赵军已经是弹尽粮绝，一些军需物资，特别是箭矢，恐怕早已经用光了。赵军由此陷入了绝地。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仍然无法突破秦军的包围。而白起也不愧是一代军神，他设计了这个完美的包围圈。那么是不是如果赵军换一个人领兵的话，就不会遭此惨败呢？那换谁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牧。李牧是战国时期的4大名将之一，这4大名将指的是白起、王翦、李牧和廉颇，秦赵两国各占其二。在大家的印象中，李牧应该是更为沉稳一些，但这恐怕是一种错觉。赵括的年龄很有可能比李牧要大。长平之战爆发在公元前260年，赵括那一年我们以前说过应该是30岁。那如果当时李牧比赵括年长的话，比如说李牧35岁，那么到了公元前229年，也就是31年以后，李牧才去世。那也就是说，那时候李牧应该是67岁，这个年龄是当之无愧的老将。但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见到对李牧有老将这样的称谓。李牧死的时候可能只有50多岁。那由此反推，长平之战的时候，李牧应该不过是20多岁。20来岁的李牧与后来成为名将的李牧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要走。再考虑到李牧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长平之战的时候，他很可能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兵。长平之战以后，赢得了胜利的秦军之所以没有乘胜进攻邯郸，有人说是因为他们中了赵国人的离间之计。当时赵国是派出了纵横家苏代去见秦国的丞相范雎。苏代是苏秦的弟弟，这兄弟二人共享3个舌头，都是能言善辩之人。苏代对范雎说，如果白起拿下了邯郸的话，那么他的功劳就会远远的超过你，到时候你的地位堪忧。范雎被说动了，又收了礼，所以就劝说秦昭襄王撤军，让韩赵两国各赔出几个城了事。秦王接受了范雎的建议，整件事情看起来似乎又是一条妙计安天下。但我想实际情况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计策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秦昭襄王知道秦国并没有做好对赵国发动灭国之战的准备，而且秦军在此前的长平战役中也遭受了重创，急需休整。白起说应该进攻，自然有白起的道理，但白起主要是从军事角度来说，而秦昭襄王和范雎则要考虑政治、经济、人心等诸方面的因素。这时候贸然进攻赵国，一者可能会引起其他4国的强烈反应，他们可能会组织联军抵抗秦军；二者，即使当时拿下了赵国，秦国反而会因消化不良反受其害。所以白起有灭赵的理由，范雎也有不灭赵的理由。而且战国时期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当一国马上行将被灭的时候，其他国家才会出手援助。像当年的围魏救赵就是如此。这有可能是因为各国都希望保持目前的战略平衡，不希望某一个国家被灭掉。果不其然，当9个月以后，秦军再次进攻邯郸的时候，楚联军就到了。韩楚联军前来援救的是2句成语，一个是信陵君窃符救赵，一个是毛遂自荐，逼着楚王同意发兵。这样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战国3君子齐聚邯郸，这可能也是3公子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当然最高光的当属信陵君魏无忌。当年他只是想帮如姬一个小忙，帮魏王的宠妾无姬找到了杀死他父亲的凶手，所以在最关键的时刻，无忌才偷来了魏王的兵符，让魏无忌能够带着大军援赵。而如姬最后的结局史书上并无记载，大概率应该不会太好，他或者被打入冷宫，或者被魏王处死。但我也看到有另外一种说法，魏王还是顾惜他与无忌的这段感情，所以并没有责罚他，只是让他离开了皇宫，到民间去居住。虽然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的史料可循，但我仍然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而白起呢，最终也被秦昭襄王赐剑自尽。自杀之前，白起曾向天哀叹，我何罪竟至于此。
转而一想，他之所以会死，是因为在长平之战中，赵国降卒数十万，我尽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天道昭彰，这是他应得的。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